嗨，你好，我是熬夜，陪你一起学习学校没教的知识。那么今天这期影片呢，我想要和你探讨一下有关于财富自由需要多少钱，我们又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投资方式提早退休2到30年。那为此呢，我也特别制作了一个财富自由模拟器，来和你一步步的剖析。如果你把影片看到最后的话，那我会把它赠送给你的。是吗？好业，我觉得你变了，每天在讲钱，我要回那个个人成长的好业。那赚钱也是个人成长的一部分嘛，那没有钱的话，难道你会给我打赏吗？你是有多缺钱啊？那缺钱倒是还好啦，但是我觉得我本身的潜能不仅于如此，我想要尝试不同的东西嘛。那我是觉得个人成长呢跟赚钱是完全没有冲突的。那想要问的是，为什么你不能接受会赚钱的我呢？难道你是讨厌钱？可是这样很什么，你不知道吗？你再说的话我就退订。那既然如此，我们只好分手了。那么话说回来啊，财富自由最实际的定义呢，就是你不需要工作，但每个月呢都有固定的一笔钱进入到你的口袋里面，足够抵消你日常的开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被动收入 （passive income）。那说到被动收入啊，自然就是你不用付出任何劳动之下所获取的收入。你可以透过以下3种方式来获取的。第一种，继承天上掉下来的1000万遗产，投对胎，每个月花上一代的钱，直到你死为止都行。好了，那么影片就到此为止了，拜拜。第二种，打造一门生意，把它卖掉，或是把自己抽离出来，那么自然的就可以领到一笔巨额的款项，慢慢花。或者是呢，每个月从你的生意当中拨一款这个零用钱给你花。那如果你没有这一个富贵命，也没有富婆缘，那就可以参考第3种方式，也就是投资或者是退休基金。如果说退休金的话，你可能要等到60岁才能够领取，那到时候你已经老了。老的时候享受人生和年轻的时候享受人生，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很像是货币会贬值一样，你一生当中的时间也是会贬值的。年轻时候的时间啊，会比起老的时候的时间呢更加的有价值，因为你年轻的时候呢是有更多的精力、体力、魄力还有敏捷力的，你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你可以开跑车飙一飙，你可以做极限运动，你可以创业，你可以周游列国，样样都行。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会说，老年的时间价值和你年轻的时候的时间价值是完全不一样的。而如果你想要提早退休，趁年轻享受生活的话，那么趁早投资呢，就可以为你的被动收入打下基础，实现这个目标的。那讲到投资啊，是到底要投资多少钱，要达到多少的回报率，才可以实现提早退休的目标呢？你可以用以下一个简单的方程式来计算一下，也就是你1年的开销除以投资回报率，那么得到的答案就是你的目标投资金额了。比方说你1年的开销是2万美金，那假设你的投资标的是标普500，长期它平均的回报率呢都有一个10%的，那么2万除以10%，答案就是20万美金的投资资产了。只要你累积达到这个金额，那么每年获取10%的回报，也就是2万美金了，就可以抵消掉你所有的开销。意思就是说，你完全不需要工作的情况下，单靠这一笔投资金额，每年所产生的收益就可以支撑你的生活开销了。Wait a minute！ 但等等，事情真的有那么简单吗？没有错，真实的情况是更加的复杂的。因为遇到市场不好的周期，你可能会搞大人家的肚子，生活上的一些意外等等，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通货膨胀。没有错，我们现代的金融系统里面有一个不能避免的一件事情呢，就是通货膨胀。因此呢，我也特别花了2个星期的时间呢，制作了一个纳入通货膨胀在内的财富自由模拟器。所以现在呢，就马上和大家进入今天影片的重头戏，也就是我们独家制作的财富自由模拟器。那这边呢，我特别涵盖了通货膨胀这个关键因素在计算里面。那透过这个工具呢，再搭配你的投资回报，你就可以精准的知道自己几岁可以达到退休的状态了。那现在我就会教大家来怎样去使用，去预估自己财务自由的几岁的时候才可以达得到。那假设说我们今天投资标普500的情况下，每个月我们假设一个家庭它的开销是每个月2000美金 ，alright。然后呢，我们今年30岁，那你可以填写你自己的这个岁数，可能你25岁啊、28岁还是30多岁，你可以填写一下。然后你可以填写一下今年的自己的这个初始年份是多少。
然后呢，通货膨胀率呢，我就假设4%好了。那你也可以点击这一个呢，去参考一下你自己国家的这个通货膨胀率是多少。那如果你是台湾的话，那你就可以找一个台湾 ，OK， 它的目前的通货膨胀率呢是2%点多的 ，OK。然后如果你是马来西亚，那你就自己搜索一下 Malaysia。OK， 通货膨胀率是2.8或者是3左右，那你可以写一个3.5左右啊。OK， 你自己看了，然后我就保守一点，我就写4%。然后呢，我的初始投资资金可能我一开始我的投资资金有$10,000，那你目前可能你自己有投资的经验，目前投资了多少，那你就可以写下你的初始的投资基金是多少。然后呢，你打算每一个月追加多少的投资 ？OK， 那我们做到财富自由，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你要加主动投资，在复利的情况下，让它持续的增长上来。你不能够说$10,000，你让它滚，你滚到一个20年、30年，它的这个增长其实非常缓慢的，所以你要每个月追加的。那我们就假设这个家庭，老公和老婆都有工作，或者是他们自己创业，然后呢，他们的每个月的开销$2,000，然后他初始的投资基金有1万，然后呢，他每个月追加$1,000的这个投入，非常的合理，对吧？然后呢，下面呢，我们就预估，如果假设他投资 ETF 是10%的这个每年回报率，然后呢，这一个是派息的次数，就是1啦 ，OK， 就是1次而已 ，OK。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预估表，在这边呢，它会在46岁的时候，达到财富自由。但是财富自由呢，不代表它就可以退休了，它还是需要可能每年还在投入。所以呢，我就特别做了一个退休后的这个预估的这个表给大家看。那你可以看得到这一个呢是他开始投资的这个年份，第1年、第2年、第3年、第4年。然后呢，这个是生活开销。那生活开销呢，我是有记录到每一年呢以4%的这个通货膨胀率在增长。OK， 你可以看到他从30岁的时候生活开销是这样子，到他60岁的时候，他的生活开销就已经翻了3倍。然后这个投资回报呢，就是呢他投资之后呢得到的10%，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投资回报。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当这个投资回报超过他的生活开销的时候呢，就是他可以达到财富自由的一个状况。但是呢，他这边呢是每个月都在追加这个投资的，所以到了他46岁的时候，他其实还在每一个月呢追加投资$1,000。如果他不工作的时候，他就没有收入追加这个投资这个$1,000嘛，对吧？所以这个是比较不合理。所以呢，我们就有特别做了这个退休后的预估，到底他几岁的时候才可以退休？那所以呢，你就可以在这边呢，我们有一个蓝色的框框呢，就是你可以输入的这个格子。那假设呢，刚刚我们算了46岁，他达到财富自由的状况。然后它的这个回报呢是10%嘛，同样我们没有变化的话，然后可能他在退休的时候，他的这个房贷啊，还有车贷啊，还有孩子，他都已经上大学了，就是他的负担没有那么高了，所以他可能会减个50%的这个房贷、车贷等等。那46的话，他还是可以达到这个财富自由的。然后呢，他不再进行每个月投资，就是他没有再投入每个月$1,000，因为他没有工作啊，退休了嘛，所以他就没有那个收入，所以他就停止了，所以他就纯靠他的股票自动的去滚下，他能不能够达到财富自由的状态？如果他的生活开销减了50%，你可以看得到，他从4万多减了50%是2万多。但是呢，还是有通货膨胀继续的去增长。然后呢，它的这个投资回报是4万多，所以它是可以支撑它持续的生活到90岁都没有问题。然后它的资产还是在增长到800多万，完全没有在居家投资的情况下是可以办得到的。但是呢，可能我们的房贷啊、车贷啊，可能供个几十年还是很多嘛，所以我30岁到46岁才15年而已，我的房贷可能是30年嘛，所以说呢，我的房贷可能到50多岁、60岁的时候才结束嘛，所以呢，我就50%可能这样不是那么合理，那可能我就减个25%好了。OK， 所以如果你减个25%，你就会看到，其实呢，它还是没有办法
就是支撑到你90岁，因为我们在不断的去吃我们的投资价值余额，而我们的这个生活费用呢，它是每年都有这个通货膨胀在持续的增长的。所以你看，当我这个投资余额吃下的情况下呢，到了我70多岁的时候呢，我就没有钱了，我就把我的投资余额就给吃完了。所以呢，如果是10%的这个回报，那你可能你就需要调整一下，你就可以预计一下，可能是50岁啊，可以达到财富自由，没有问题。那如果是47岁的话，还是没有办法。我到了86岁，我就用完了我的钱，可能还要到48岁。OK， 48岁还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这个模拟器呢就可以让你知道，如果你的这个回报是4%，你退休的这个年龄呢是几岁的时候才可以退休。那如果我投资 ETF 的话，那可能我遇到这个市场行情不好，好几年都在下滑的情况下，那我的风险就变高了。我48岁、50岁的，我的风险还是非常的高，这样就很危险了嘛。可能我越老了，我就没有办法承担越高的这个风险。那可能我就把钱放在这个银行里面，吃个定存啊，或者是投资一些债券等等，就是降低我的这个回撤的风险。那可能这个回报呢只有4%而已。所以你看到，如果4%的话，我48岁还是没有办法，还是没有办法退休。可能我53岁的时候也还没有办法退休。可能我60岁的时候60岁就有可以办法退休，就是我拿个定存，把钱全部放在定存里面，是可以有办法退休的。然后这边呢，我们就再调整一下。所以你看，如果你要60岁的时候才退休，才没有追加这个投资的金额的话，觉得很像很遥远嘛。所以呢，如果我们投资股票，那我们追求的这个回报呢是20%的话，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不一样了。我们追求每年20%的这个回报。我30岁的时候开始投资，同样的初始资金呢是$10,000，然后每月追加$1,000。那我达到财富自由的这个年龄呢，就是40岁。那可能我45岁这样子呢，我就把它换成这个 ETF， 因为我觉得这个风险还是可以可控的。然后呢，它是可以让我达到财富自由。然后可能到我50岁的时候呢，我就把它换成这个4%。这样呢，我还是可以提早退休啊，资产呢还是持续的在增长，到500多万还是可以留给我的这个后代的。所以你看啊，这个就是可以让你自己去预估一下，达到退休的这个状况是几岁的。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会主张说投资个股去追求超过20%的这个回报呢？它可以让你缩短你退休的这个年龄。好，那讲到这边呢，你都可以使用我们的模板来去测试看看自己几岁呢，要投资多少，要有追求多少的这个回报呢，达到这个财富自由的这个状况。那这些蓝色的这个格子呢，都是你可以编改的。然后其他没有蓝色的这个格子呢，你就不要去改它，因为呢它是自动的有方程式在里面的，所以你不要去改动到它。这些呢都是你可以改变的这个数字。那我今年呢是29岁了，对吧？29岁。然后呢，初始年份是2023年，然后我每个月的开销也是差不多$2,000啊。然后通货膨胀率啊，其实马来西亚差不多3-4%啊，我就放4% 好了。然后我目前的这个投资金额呢，已经来到了20万，从加美股加马股等等的。然后呢，如果我每个月追加$1,000的这个投资的话，那我去追求一个20%的回报，那基本上呢，其实我在下一年我就可以达到这个财富自由的。OK， 那但是达到财富自由不代表我不需要再继续工作赚取更多的这个收入。那我就预估一下我几岁是不需要再追加这个投资金额，然后可以达到这个退休的这个状况。那可能我会预计我在40岁的时候呢，我就不再投资这个个股，我就投资 ETF 好了，因为它不用我去做任何的研究、去做分析等等，它就比较轻松嘛。所以呢，我这个投资回报可能是10% 而已 ，OK。然后呢，我的生活开销可能40岁的时候降个25%，那我就预计一个我40岁看能不能够达到退休的状况，是可以的。那如果放35呢？也是可以。那如果33还是没有问题，如果32
还是没有问题的。OK， 那基本上我就暂时上就退休了，但是可能我的这个欲望增加了，可能是我想要买更多的东西，那可能我的这个生活开销就没有减了，就同样的每年在增长，就没有办法了。那可能我需要等到35岁才可以 OK。 然后如果我差不多40岁的时候呢，我就不想再投资这个股市了，我就把那个钱放在银行的定存啊，或者是固存啊，或者是买一些简单的国债，就收利息就好。那可能我40岁的时候呢，我的这个收益呢，可能只有4%而已。OK， 那可能刚刚好。到我90岁的时候呢，我就花掉我的这个投资余额，慢慢花到剩下10多万而已。那如果我想要留给后代的话，那可能我差不多42岁，那我就把那个钱就移到这种定存这一边，还是可以留给后代500多万的。OK， 所以你看这一个是非常好玩的一个东西，就是你可以知道自己大概几岁可以退休。所以总结来讲，以这样的一个模拟的情况下，可能我在30岁的时候就会达到这个财富自由的这个状况，然后呢，我就不需要研究个股，我就把它移到这个10%的这个 ETF。那可能到我40岁的时候呢，我再把它移到这个4%的这个定存。所以平均下来，我差不多35岁就是退休的这个状况，然后差不多40岁的时候呢，我就更低的这个风险把它移到这个固存的这个状况。然后最后一个呢，想要让你了解的就是呢，你越早投资越好，因为越早的情况下呢，你的这个复利的效应呢，可以帮助你更快的达到财富自由的状况。所以呢，大家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开始投资的话，那你就赶快开始投资吧。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每个月追加投资的这个习惯，这样才可以帮助你快速的加速达到财富自由的这个状况。你不需要等到50-60岁你才可以达到这个财富自由，你可能30-40岁的时候就可以达到财富自由。如果你今天投资个股的话，你追求超过20%的这个回报率是绝对可以办得到的。那说到这边呢，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要获取这个财富自由模拟器呢？那其实呢，这是我付费课程的一集内容来的。那原本我是在纠结到底要不要公开来赠送，但后来想了一想，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里面呢还有很多的超级干货，而很多学员呢给予我的评价呢，也让我对自己的课程充满信心。在过去3年呢，就成功帮助了500多位学员呢获取非常好的成绩了。我自己本身呢，也是从20岁开始实行价值投资，那么到了现在28岁，也滚到了20万美金的投资金额。因为投资呢，我创建了自己的理想事业，拥有了自己的团队，开始为社会呢提供更多的价值的。而如果呢你想要学习我的方式，那么可以先点击下方的链接，先免费领取我特别给你制作的财富自由模拟器。那之后呢，我会思考一下是否要再开放招生，那如果有的话，会再通知你报名的这个详情的。最后这边呢，我就来做一个小总结吧。那么财富自由呢，最实际的方式呢，就是被动收入大过于你的家庭开销，而其中可以实现的方式就有：1. 投对胎，继承1000万遗产；2. 打造一门生意，把它给卖掉，或者是变成你的赚钱机器；或者是3. 透过投资或是退休基金。而如果你想要趁年轻提早退休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话，那么就应该谨慎的选择投资标的，因为其中的回报率、入场时间的早晚都会影响你的退休年龄的。同样的，在进行财富预估的时候呢，都应该把通货膨胀纳入考量因素，因为呢，这是我们这一个时代不可避免的财富小偷。所以呢，欢迎你免费下载我的这个模拟器来测试看看，就可以知道自己目前达到财富自由预计的年龄是多少了。那当然，每一项投资呢都是会有风险的。那么接下来这支影片呢，我将会用真实的数据来和你分享，为什么股票投资呢是我们获取财富自由相对比较容易的选择，以及如何投资法才能够在获取可观的收入的同时降低风险。所以呢，大家可以敬请期待一下。我是郝烨，陪你一起学习学校没教的知识。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